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多人在学中文的时候会说的一句话啊，就是没有学中文的环境。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背后藏着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为什么大家会说这句话，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主动去创造学习条件的一些方法。最后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展望一下，当我们不再被这个借口所困住的时候，我们学中文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是，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咱们今天第一个板块的内容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环境借口的本质剖析。那我就特别想问，当大家说没有学中文的环境，这句话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心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没有环境，其实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中文的难点，比如说汉字太多了，然后发音很复杂，语法也很奇怪，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用中文，我没有办法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面对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的时候给自己找的一个理由。对，就是大家好像是在找一个外在的理由来解释自己学习动力的不足。没错，没错，对，就是说到底还是因为学中文没有像学英语那样有那么多的现实的需求，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持续的用的场景，再加上你这个教材又很枯燥，又没有什么成就感，那大家肯定就会更容易去找一些借口说我没有环境啊什么的。你觉得就是很多人老想着说我要沉浸在一个全中文的环境里面，我才能学好中文，这个想法会带来哪些问题？其实就是你太去依赖说我要有一个真实的环境，其实反而让你忽略了你其实可以主动的去利用身边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你可以去找一些线上的课程啊，或者是说一些影视材料呀，或者是说一些社区，大家可以去练习你的表达啊，然后你自己可以去创造一些机会，让你自己能够去持续的用中文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动力，也会有进步，而不是说你天天就在那儿等，说我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环境掉下来，一个环境砸到我头上。那如果想要真正的提升中文水平的话，你觉得最核心的突破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跳出来，你不要老想着说我这个环境怎么不好，我这个环境怎么不好，你要跳出来，去主动的挖掘你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去利用好你身边的各种学习工具，把你的重心放在你自己的表达和你自己的实际运用上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找到学习的动力和成就感。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怎么主动的去创造中文的学习条件啊，就是这可能是大家尤其是在没有这种自然的语言环境的情况下，怎么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学习氛围。其实方法特别多，比如说你可以把你家里的一些东西都贴上它的中文的标签，然后你每天就是看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一学，包括你的手机啊、电脑啊什么的都换成中文的界面，你每天用的时候你就会潜移默化的去学习。包括你可以多听一些中文的播客、中文的音乐，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日常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放着中文的广播啊什么的，让中文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对，这样的话就是把学习和生活融合在一起了嘛，对，就不会觉得那么难坚持。对，还可以就是多利用一些 APP 和一些线上的课程，比如说你找一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练口语啊，或者是说你加入一些网络上的这种学习社群，找一个搭子一起互相打卡呀，然后你自己再设定一个小目标，有一些仪式感，这样的话你就会更持续的去学习，也可以找到一些乐趣。如果我们想要更高效的去学习中文的话，有哪些比较实用的这种小窍门、小技巧，可以马上帮我们提升一下学习效果呢？其实就是把你每天的生活场景搬进你的学习当中。比如说你买菜，你就可以练一练；你去餐馆，你就可以练一练；点餐，你就可以练一练。然后包括你把你的那些新的单词啊和你的这个实际的场景一起记下来，你再通过一些自言自语啊，或者是说角色扮演啊，把它用出来。对，再就是每天你要保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来进行这种有质量的输入和输出。对，那这个其实就可以让你学的东西马上就活起来，而且记得更牢。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这种中文的反应速度啊，包括你的这种表达的流利度，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其实在学中文的这条路上，大家都会遇到很多的难题嘛，那你觉得有哪些方法是可以真正的帮我们去突破这些难关，并且一直保持一个学习的动力的呢？就我觉得其实可以把你的大目标拆分成几个小目标嘛，然后每完成一个小目标，你就给自己一些奖励。你也可以把你遇到的一些难题，比如说你发音不好，你就专门找一些工具或者找一些人来帮你，给你反馈。
你把自己的学习过程记录下来，时不时的复盘一下。包括你多去接触一些跟中文有关的文化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啊、节日啊、美食啊，就是你把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其实你不光可以解决你遇到的这些障碍，你还可以让自己一直对中文充满热情，并且越学越有意思。咱们接下来聊一聊中文学习的光明前景，就是你觉得如果我们不再拿环境做借口之后，大家的学习成效会有哪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一旦你不再被这个环境所限制住之后，很多人反而会去主动的找一些资源，然后去加倍的练习。那其实像有一些比如说非洲的学生，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条件，但是他们就是靠自己坚持每天去学习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很流利的说中文。其实你把这个借口扔掉之后，大家的进步会比你想象当中更快，而且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实际运用的能力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你会变得更有信心，更有成就感。那你觉得就是如果大家都不再被这个学中文没有环境这个借口所困住之后，会给你未来的工作啊、生活打开哪些新的可能性？其实你会发现，就是现在会说中文的人在全球的职场上面是非常吃香的。就包括你可以去中资企业，或者说一些跨国公司，你可以拿到比你同龄人更高的薪水，而且你有更多的晋升的机会。就像在非洲有很多学中文的学生，他们都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且现在中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了他们的国民教育体系，全球有几千万的人都在学中文。那你一旦把这个环境的限制打破之后，你就相当于打开了进入到一个巨大的国际舞台的大门，对你的职业发展对你的人生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我们不再被这个学中文没有环境这个借口限制住之后，在个人成长或者说思维方式上面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其实当你真正的投入到中文的学习当中，你就会接触到非常丰富的文化和思想。那这个时候你的视野就会被拓宽，然后你会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你会慢慢的打破你原有的一些思维定式，而且你会发现你在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去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获得一种自信和成就感。这种积极的心态也会影响到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你会变得更加自律，你的性格也会更加的开朗，你会认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甚至会改变你未来的人生轨迹。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如何去打破这个环境的限制啊，然后主动的去开启我们的中文学习的新的阶段，希望大家都能够告别借口啊，真正的迈出那一步啊，去体会到中文带给我们的那些惊喜和成长。那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拜拜。